自7月4号，在叙利亚与伊拉克交界的瓦利德地区，有当地居民发现45辆装满小麦的卡车和1辆油罐车被带有美国国旗的装甲车队护送，从叙利亚方向进入伊拉克北部。然而，在当天不久后，却有人注意到这支车队卸掉了所有载重，快速驶回叙利亚。这样的情况引起了叙利亚媒体和伊拉克媒体的注意，美国佬怎么干起护送的活了？实际上，据伊拉克媒体调查发现，在7月以来，1号和3号类似的事件一直在重复上演。原来，这些被护送的粮食和石油全部是由美国部队在叙利亚的农民手里、采油厂设施等地方强行抢劫过来的。在进入伊拉克后，与当地黑市的蛇头约定好了时间进行销赃。作为被抢劫的一方，叙利亚的这些农民和这些采油厂有什么样的结果？该媒体并没有进行后续报道。但大致情况联系一下这帮强盗在中东的一贯行为，可想而知。在7月8号，我国央视也对此进行了相关报道，但十分讽刺的是，有不少人用沦落至此来形容美军当前的行为。但必须要提醒的是，把时间往前推几年，类似的报道层出不穷。美军在叙利亚挖地3尺的行为从没有变过，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这些脏活累活在以前是由美军扶持起来的武装组织来干。如今，这些人被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打击的生存范围越来越小，这就让美军不得不出头亲自干起了这些勾当。从某种角度来说，一些中国人认为美军这么干有些沦落了，有些掉份了。这归根结底是我们把美国想得太好了。从大航海时代到殖民时代，再到冷战结束，这个世界从未发生过改变，唯一变化的只有中国变强大了。另一个十分讽刺的情况是，美军打着维和和人道主义救援的旗号，参与到叙利亚的战场上剿匪。结果这么多年下来，匪的武器装备越来越美式化，美国人也从匪的手里缴获的盆满钵满。而叙利亚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恰恰就是美军的存在。在二战结束以后，叙利亚本身的粮食产量十分丰富，但在1967年，叙利亚核心的农业产区戈兰高地被战火席卷，如今几乎就成了以色列试验炸弹的地点。这一冲突直接导致叙利亚由农业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而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叙利亚下决心兴修水利，想要重振农业，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就在叙利亚逐渐有起色的时候，以美国为首，英国、法国、以色列的手很快伸了进来。一些叛军拿着北约制式的装备，精准地将叙利亚的主要农产区用战火分割成了多个碎块。很快，大量的叙利亚人就被饥荒笼罩，整整饿了叙利亚人2年的时间。美国人以人道救援的姿态降临，向叙利亚提供粮食援助，让很多人彻底放弃跟随叙利亚政府，转投美国。十分可笑的是，美国人提供给叙利亚的粮食援助，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叛军当初抢走的。在7月8号，综合美媒的消息显示，此前表示会前往南海执行自由航行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如今已经通过苏伊士运河。按照英国官方的说法，航母编队会先与日本海自在亚丁湾进行一轮联合军演，之后在7月20号，日本防卫省与英国国防大臣会面，商议在今年夏末，在英国航母抵达南海执行自由航行后，前往日本进行访问和补给。届时，英日还将举行大规模的联合演习。事实上，英国近期与日本交往密切。英媒曾经爆料，在这一次即将举行的双方防长会面中，还将讨论英日共同合作研发6代机的相关议题。尽管这2个连5代机都无法独立研制的国家要合作研发6代机，听着多少有点离谱。据称，英国已经开始研发6代机暴风项目，日本也在不久前着手进行研发6代机 F3。有细心人士注意到，随着英国的航母编队即将抵达亚太，日本海自之前一直伪装成直升机护卫舰的2艘伪航母，也终于私下伪装。在近期，有日媒曝光了出云号和加贺号改装完工后的照片，两者均对甲板进行了材质改良作业，以确保在起降 F-35B 时不会对甲板造成太多伤害。也就是说，算上中国的辽宁舰和山东舰，美军在最近刚抵达日本港口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整个亚太地区在短时间内即将云集4国6艘航空母舰，很大概率上会在亚太上演航母大战。如果4国的航母在海上碰面，真正动起手来的概率可能不大，但抢航道航行这种暗中较劲儿的操作还是会存在的。到时候恐怕就是谁小谁尴尬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观察人士指出，当前国际局势的恶化已经无法避免，疫情带来的全球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现实已经无法改变。全球各地的地缘矛盾突出，亚太地区更是如此。而当前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围堵中国的策略，短期内不可能有所改变。亚太地区如今的航母大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既然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矛盾，那不妨主动出击。英国、日本、美国的航母上用的都是 F-35战机，我国不妨在这一次的较量中好好采集相应数据，为可能发生的海上制空权争夺进行准备。能够近距离观测对手航母的相关情况，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个少有的机会。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世界一度处于美国的霸权领导之下。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在世界人民面前开始以高大自居。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强大，就算是美国也不行。现如今，美国就展现出了这样的颓势，特别是在中国飞速崛起的对比之下，美国衰落的趋势就更加明显。但是对于这一点，美国似乎全然无视。这可以从美国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中看出。表面上，美国抹黑中国似乎是正视了中国的强大，但是实际上，正如同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所说的那样，妖魔化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其让美国国内有思想的国人相信，美国在同中国对抗中有着天然的优势。在这一思想认知下，美国人又怎么会想到美国会输给中国的场景呢？不过，美国轻敌输了，竞争事小。更为可怕的是，美国的过度自信或许将让美国面临更加沉重的灭顶之灾。我们知道，在中国崛起步伐加快的当下，美国不断将战火逼近中国本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大战或在所难免。而一旦战争发生，美国绝无战胜中国的可能。原因是在中国本土，解放军拥有让美军撼不动的5大理由。第一是解放军在区域内拥有更加集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美国在全球部署战略。中国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在中国近海周边，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中国能够更快地调动更多的部队。第二则是解放军拥有主场优势，不少专家表示，未来中美若发生战争，若引爆点一定是在中国近海周边，那么在主场优势下，无论是军力调动还是后勤物资补给，中国都具有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三则是中国人民捍卫本国利益的坚定决心远强于美军，这一点无关军事设备的先进与否。早在上世纪，中国军力落后于美国一大截时，中国解放军就凭借着这一强大意志，战胜了外人眼里不可战胜的美军。这也似乎就引出了第4点，在这场可能的战争中，美国作为挑衅侵略的一方，永远都不站立。从战争开始发生时，美国就注定会输。而第5点则是跟经济挂钩。我们知道，战争打到最后，比拼的仍然是一国的经济实力。尽管美国经济强大，但是一场疫情已经让世界看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诸多弊端。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则更足。看完这5点理由后，美国人还敢说想象不到会输吗？最近台海局势似乎有了一点不一样的信号。先是美国将领和日本2把手公开表示会武力协防台岛，结果却在岛内大肆宣传的时候，传出美国拜登政府不支持岛内独立的消息。这些可能是直接给了岛内一记耳光。在这种时候，原本就有不少人在猜测，美国如果对台海的态度有所转变，解放军是否会继续走合同的路子。岛内媒体却再次炒作武统。7月8日，岛内知名媒体中时新闻网发布一则消息，其中就援引了南华早报的消息，称解放军秘密资助的研究专案在上周被解密了。而从其中刊出的论文中，罕见地发现了一则秘密：解放军很早就在台海测试了一款秘密的无人潜航器，甚至截止到如今已经超过了10年时间。无人潜航器在目前大多数都是被用来探测情报的，就比如之前我国沿海渔民时不时就捞起来的来自外国的无人潜航器，这大多数都是被用来搜集我国情报的。这次岛内媒体并没有披露解放军潜伏在台海的是哪一款无人潜航器，但是却提到了中国之前揭露的一款拥有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进行 AI 辨别，并且追踪攻击来自敌方的潜航器，也就是2019年被披露出来的海鲸2000。按照岛内媒体的说法，在如今两岸关系如此紧张，美日等国家又频繁插手的时候，解放军突然披露这样一则消息，很有可能会是解放军武统的信号。这话还真是前后矛盾，说解放军在10年前就在台海部署了无人潜航器，现在配图和提到的却都是2019年被公布出来的海鲸2000。从这一点来推测，或者这次炒作是想逼逼美日等国家继续帮助岛内，给岛内撑腰。但是说实话，如果解放军要武统，现在还有岛内的什么事儿？还真是炒作不怕事大。不过在这里需要给岛内提个醒，解放军想要武统随时可以，但是顾念同胞之情，愿意花费时间和平解决问题，这并不代表解放军就是软柿子，非要来挑战解放军的耐心，那么大陆将不再介意用粗暴顺你们的意来解决问题。
要知道，岛内自己也看到了，美国如今已经明确说了不支持岛内独立，但是同样强调了中国强硬，这就已经在表明了，就连美国如今只能避开中国的锋芒，继续模糊战略的政策。而台岛这张美国拿捏在手中的牌，也只能为了美国的利益被牺牲。所以岛内该清醒的明白，不仅是美国靠不住，同样如果不是解放军手下留情，这个时候岛内哪里来的魑魅魍魉？